上海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。在这里，我们理解宇宙的角度将发生改变。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正试图带领团队劈开一个现实世界的硬核。正好有天晚上就见到比尔盖茨了，他说他投了好多项目，他投的所有的其他项目啊，他都懂的，然后就对量子这个东西他是不懂的，但他也投了。量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量子世界是一个。你好，请站在感应区内。你每天都在使用，但是呢，你看不到它的存在。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缩小成你头发丝的几千万分之一这么小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有着不同规则的这么一个世界。量子力学被称为上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，它听起来高深莫测，其实一直在我们身边。如果没有量子力学，今天使用的计算机、移动通信、全球定位系统等关键技术，都将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。现在，科学家们要利用量子世界特有的规律，制造一台光量子计算机。如果成功，几十万年的运算时间将缩短为几秒钟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光量子计算机呢，它是第一次超越了最早期的那个经典的计算机。那么我们现在在实验室看到的这个样子啊，肯定跟大家想的都完全很不一样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其实我们知道，1946年在宾夕法尼亚诞生的第一台计算机，其实是我们这个实验室物质的大概5倍这么大。光量子计算机它是用一个光子的作为它的信息来做的一个计算，那么它呢不仅可以是0，可以是1，同时呢它还可以同时处于0和1。计算的基本单元被称为比特，即0或1。比特在经典世界中非0即1的单一状态，来到奇妙的量子世界，竟出现了多种状态叠加存在的现象。这意味着，当量子比特的数目不断增加，计算速度就会呈指数级增长。当达到50个量子比特时，也就是2的50次方种状态同时存在，这个数字究竟巨大到什么程度呢？换算成一张0.1毫米的 A4 纸折叠50次的厚度，这个数字是1亿公里。接近于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3/4。若想造出一台光量子计算机，最关键的就是要让光量子服从控制。40瓦灯泡被点亮的一刹那，你看到的是一束光，看不到的是万一一个光量子正以我们无法掌控的奇特轨迹运动。想要抓住其中一个，让它听从指挥，对于宏观世界里的科学家们来说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科学家们努力了12年，直到陆朝阳的实验室研发出了一种脉冲共振荧光的独特技术，这让他终于成功控制住了10个光子。国际的同行之前最好的实验，我们要比他们快24000多倍。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就此诞生。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称陆朝阳为操纵光子的巫师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大片，对吧？相当于是我们经典计算机的这个中央处理器的部分。在这个干涉仪里面呢，每个光子呢就是做一个它做的事情。那么我们现在呢能够来操纵一个原子一个光子的话呢，这个就像是交响乐里面的这个一个人在拉小提琴，另外一个人在打鼓。如果说我能做到100个比特的时候，它对某些特定问题求解能力啊，就可能比超级计算机都快100亿倍了。新的这个量子信息科学的这个诞生啊，是会极大的推动包括生命科学、现代的信息科学、我们能源科学各方面的这么一个发展。